夜里，我被轻轻的流水声吵醒，卫生间里的灯亮着，应该是他在里面吧。可很快，一层密汗渗透了我全身。盲人，晚上上卫生间开灯做什么？我背对着卫生间，不敢动弹，甚至刻意放慢了呼吸，心跳却越来越快。咔嗒一声后，灯光熄灭了。我感觉到他回到床上，从背后抱住我，那轻盈的呼吸吹过我的后颈，带着一股冷意。一次意外的相遇，我爱上了这个盲人姑娘。尽管她无法看见这个世界，但她温柔的性格和对生活的热爱深深吸引了我。我们关系迅速发展，不久我们就开始了同居生活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坐在我对面，平静地吃着早餐，眼球中的墨色仿佛晕染开的水墨画。可他昨晚为什么要开灯呢？心事重重的，我想离开家冷静一下。尽管时间还早，我还是说了句要迟到了，便准备出门。然而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，我好像看到他朝墙上的挂钟抬了下头。一天的忙碌让我身心俱疲，反复思考后，我觉得还是自己想的太多。可能刚开始和一个盲人女孩一起生活还不太适应。我来到她工作的琴行接她下班，她是一名琵琶老师，她早已收拾好在门口等我。我走上前握住她的手，她也会心一笑，无需多言，就知是彼此。吃完晚饭，我俩习惯地去楼下散步，这是她最喜欢做的事情。我盯着她入迷了，她那长如瀑布的黑发散发出阵阵清香。前面路上一个小女孩滑着轮滑，一个不小心一头扎进了路边的草丛里，只露出来两条小腿，一个劲乱晃。我刚想把这滑稽的一幕告诉她，可当我看向她时，却发现她的脸上居然挂着一丝笑意，不是平常的微笑，而是看到了有趣的事，忍俊不禁的那种笑。我越发觉得不对劲，这个温柔漂亮的女人真的是盲人吗？一切都太诡异，太不符合常理了。我要不要直接去问她？可这会不会让她觉得我有些神经质？这样的女孩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，这会不会伤害到她的心灵？第二天午休的时候，我把最近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告诉了我的发小，发小也表示不可思议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他一定有问题。可他为什么要装盲人接近我呢？我使劲地挠了挠头。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发小提议可以先验证一下他。晚上发小会先出现在我家里，如果他是真盲人，只会以为是我回家了，这时发小再出来替换我进去。如果他是装盲，见家中出现一个陌生男人，肯定会大惊失色，到时我再冲入房中向他询问实情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我和发小在楼道里互相使了个眼色。发小拿着钥匙开锁进入了我家。楼道里静得出奇，声控灯熄灭后，只有窗外的月光映衬着我焦急的样子。我忐忑地等待着试探的结果。3分钟后，家门打开，发小走了出来，家里没人。我赶忙拿起手机给女友打去了电话，女友说家里没人太闷，她在小区楼下的小公园里坐着透透气，顺便等我下班。我心里一暖，深切体会这个盲人姑娘对我的温柔。我和发小一起下了楼，在小公园看到了坐在长椅上的女友，素白色的长裙在暗淡的夜色中格外刺眼。我与发小告别，走到女友身边坐下，她听到是我的声音，很自然地把头倚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我紧紧攥着她的手，这样的女孩怎能不惹人怜爱？在小公园坐了一会儿后，我拉着她往家里走去。没过一会儿，突然前方的墙后面闪出一个身影，居然是发小。原来他并没有离开，他朝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示意我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。我不再说话，只是牵着女友的手继续向前走去，而发小就站在女友前方的必经之路上，如果女友不闪躲，就会和他撞个满怀。我紧张的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就在女友即将与发小相撞的那一刻，发小一个闪身躲开，无事发生。我不敢表现出什么异样，只是回头望了一眼，发小对着我做了个电话的手势，便转身离去。回家后，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，等他枕在我的手臂上沉沉睡去，想起了发小离开的那一幕，便拿起手机，屏幕微弱的光亮有些刺眼。我点开了发小发来的消息，只有3个字：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我给他回了过去。很快，发小就又将消息发了过来，说不上来，明天再说吧，你注意安全。我关掉了手机，却猛然发现怀中女友的细微鼾声不知何时停止了。手机的光亮关闭后，令我在黑暗中短暂地失去了视力，我看不清女友的脸，不知此时的她是否正在黑暗中注视着我。我又打开了手机，趁着微弱的灯光，很快我便能看清楚，她的眼睛紧闭着，只是不再打鼾，呼吸均匀，面色平和。第二天，发小居然没来上班，我给他发了几条信息，打了几个电话，却都没有任何响应。想到因为我的这个习惯，竟然救了自己一命。起初是门外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3角标记，我看到后心里一惊，赶忙把它划掉了。可没想到才隔了几天，标记再次出现，依然是一个歪着的3角形。这个标记之前我也有所耳闻，代表着这一户是独居女性。随即我又去看了对面的2户，果然没有任何的标记。我皱了皱眉，虽然并不想承认我的猜测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找到了物业。咱们这是老小区，这监控好像又坏了。
保安大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我克制住自己内心焦躁的情绪，还是让他们赶紧维修。也许是哪家小孩子的恶作剧呢，不用太担心。保安大哥看我脸色太差，安慰地说道，但我总觉得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。直到那天下午，我出差回家，一打开门就发现了不对。因为我有一个习惯，每次出门之前我都会把家里的鞋子摆得整整齐齐的，但是今天我发现脚下的鞋子明显被踢到了一边，而且脚垫也有些轻微的褶皱。我联想到前几天在门口发现的标记，一种不安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。此刻这个无比熟悉的屋子让我觉得危机四伏，我屏住呼吸，仔细听着周围的声音，心里也砰砰直跳，怕得要命。在静谧的房间里，我好似捕捉到了一阵轻微的呼吸声，我吓得赶忙退到了门外，以最快的速度反锁了房门，随后报了警。期间我冷静下来后还有些懊恼，生怕是自己太敏感搞错了。然而在警察叔叔到了后，打开了房门，没想到屋子里真的有一个男人，他被警察从卫生间揪了出来。后来根据他交代，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盯上独居的我了，门口的鞋子也确实是他踢倒的。直到现在我还很后怕，要不是因为我的这个习惯，可能我就已经遇害了。所以大家在出门前也最好习惯地做上标记，如果哪天这个标记变了，至少你能有反应的时间。2018年11月，为了节省房租，我租了一间单身公寓。看着破旧的大门，我问房东能不能帮我换个门。这门很结实，这么久都没出事，换不了。看着房东坚定的眼神，我有些无措。可这房租确实便宜，我便咬咬牙租了下来，喊人上门换了锁。2019年1月，出差了好几天，听说前2天好几户人家门锁都被撬了，被偷了好些东西。隔壁的小情侣家被偷得最狠，连晚上吃剩下的排骨汤都被连锅端走了。看着小姐姐唉声叹气借菜刀的模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我仔细检查了我家的门锁，似乎没有被撬开的痕迹。2019年2月，过年回来后就听房东说要涨房租，原因是他帮我们这栋楼找了一个守夜值班的大爷，还是因为之前遭小偷惦记的事情，房租涨了500，让本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。上个月同事还让我和他合租，看来我得考虑一下了。2019年4月中旬，最近总加班，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，钥匙孔又生锈了，抽空得找个师傅看看了。最近这么晚还有人搬家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2019年4月下旬，没想到我居然遇到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闺蜜在我家玩了2天刚走，却突然有人敲了我家的门。这种单身公寓都没猫眼，开始我以为是闺蜜去而复返，但我问了门外好多遍，却没有任何人回答。楼道的脚步声响起，特别清晰，一直在门口徘徊，一下一下踩在我的心头上。我再次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搬家。2019年5月，最近我失眠更严重了，因为从那天之后，我经常在深更半夜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我问过房东了，他说应该是大爷在值班。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？不对呀，大爷一般不是到凌晨1点左右就休息了吗？我难道幻听了？突然想到隔壁的邻居都搬家1个多月了，可我也总能听到他家似乎传出来有人念叨的声音。不行，太恐怖了，我还是得搬家。2019年6月，我被人盯上了。我刚从快递站取完快递，便往家走去。突然，我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我的身后好像一直有个人在跟着我。我吓到了，直接僵在了原地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身后的人竟然也不走了。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许久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疯了一般冲上了楼，头都不敢回。我赶紧冲到了家门口，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但因为钥匙孔生锈，我一直没能打开。此时他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后，正站在那里看着我一动不动，然后打开了隔壁的房门。2019年7月，我终于搬走了。听房东说，隔壁那个小伙精神不太正常，他总喜欢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跑，但都没恶意。可我再也受不了了。自从我知道他住我旁边之后，有一天晚上，我仔细听了一会儿隔壁的念叨声。这次我终于听清楚了，他竟然一直重复念叨的是我的名字。半夜有人敲门问你借东西，又声称是你的邻居，你会开门吗？我最近刚租了一套房子，虽然是个老小区，但是社区治安还算可以，我便安心住了下来。可刚住下没2天，夜里的一次停电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大概夜里11点钟，刚准备入睡的我被敲门声惊醒，我想打开床头灯，却发现竟然停电了。我皱了皱眉，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我不耐烦地回道：谁呀？阿姨你好，我是住在对门的珊珊，请问你家有蜡烛吗？听着询问声，好像是一个小姑娘的声音，但我透过猫眼望去，楼道也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阿姨，你家有蜡烛吗？见我没回复，门外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我暗道糟糕，这才刚来就找我借东西，那以后岂不是没完没了了？我一直有点社恐，跟不熟悉的人，哪怕是小孩子都不想有过多的交集，索性我冷冷地回复了句没有。
可门外的人似乎并没有听出我的冷淡，突然笑了起来，话中还带了一丝得意。阿姨，我就知道你家没有，妈妈怕你害怕，让我给你送蜡烛来了。他的一番话倒是让我感到了一丝愧疚。映着手机的灯光，我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猛然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因为手机刚好停留在了 WiFi 的连接页面，我发现很多 WiFi 设备的名称依然挂着。这是不是意味着，并不是整栋楼停电，而是只有我家停电了？想到这，我不禁背后一凉，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阿姨，你开个门吧，我把蜡烛给你。此刻，门外的声音好似催命般的响起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看了眼房门已经反锁后，便再没给他任何回应。直到第二天家里依然没有电，我联系了物业才知道，原来真的是我家的电闸被人动过，而且这栋楼根本没有一个叫珊珊的小女孩，这不禁让我一阵后怕。深夜，我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惊醒，我恐惧地畏缩在床上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清楚地记得睡前已经将店里门窗锁好了，那屋外的到底是谁？我下意识地想要开灯，可当我的手触碰到开关时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住在店里，会不会闯进屋子里对我下手？与此同时，一束光从窗外映了进来，我瞬间屏住呼吸，死死捂住嘴巴，整个人不停地瑟瑟发抖。好在没过一会儿，那束光就消失了。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手机已经黑屏，这才想到昨晚回来的太晚，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悲催的是，充电器放在了外面的收银台上，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大厅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还伴随着细细碎碎翻东西的声音，声音一点一点地敲打在我的心上。我鼓起勇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因为害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连拖鞋也没敢穿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玻璃窗的帘子，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漆黑的大厅，一个身影正站在收银台前翻找着，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，可能是收银台里的零钱比较少。他愤怒地用力关上抽屉，吓得我一个哆嗦。猛然间，我突然想起卧室的房门没有反锁，我咬紧嘴唇，悄悄地走到了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扭动着门锁，没想到还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。糟了！下一秒，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，他朝卧室走来了。我的心跳再次加快，恐惧和紧张的感觉让我几乎窒息。突然，门把手被他来回拧了2下，多亏我反锁了门，他并没有拧开。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砸在我的心上，我用力捂住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接连不断的冲击声响起，我的魂都差点吓没了。巨大的响动让我毛骨悚然，我甚至能感觉到门板的碎屑落在脸上。在我以为他下一秒就会破开门的时候，声音却戛然而止。短暂的手机震动声响起，似乎是他身上的。他好像迟疑了几秒，才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。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时，脚步声竟然又返回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再靠近卧室。门外响起了一阵警察声，没几分钟便没了声响。一阵漫长的等待，我悄悄掀开了帘子往外望去，在确认他确实离开之后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警察赶到时，我依旧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，说话依旧哆哆嗦嗦。看到店里被砸了一团乱，我泪流满面。警察同志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我平时对他很好的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他是这一代的拾荒者，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店里要吃的时，不停地哀求我，我见他可怜，就给他煮了一碗面。那时的他冲我连连道谢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他总是来店里讨要食物，我也从来没让他跑空过。渐渐的，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，每天都来吃饭，而且还自来熟的把店里的废品据为己有。他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可是考虑到他身世可怜，就默认了他的行为。前天因为家里突发急事，着急关店门的我便把他拒之门外，但我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他怀恨在心。你真的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照片吗？奇怪了，我发现最近对面总有一个人往我家里望，还时不时冲我这边招手。他不会是变态吧？因为加班太晚，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闺蜜的消息，她这个人一直大大咧咧的，我真担心她会出什么事。我立马甩了个视频过去，看到闺蜜嬉皮笑脸的表情，我顿时没了好气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她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，顿时也收敛了起来，随后便仔细与我说了一遍经过。这几天她每次准备拉窗帘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，而今天那个男人甚至还朝她挥了挥手，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什么。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是确实有点奇怪，那个人还在那吗？应该吧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顺着镜头的翻转，画面最终锁定在了闺蜜所说的阳台，可阳台上并没有人。哎，他不在那儿。我皱了皱眉，安慰着她可能确实是想多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闺蜜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。
敲门的声音很响，听得心里直发毛。闺蜜显然也被吓到了，脸色铁青的愣在了原地。有人吗？我是住你对面楼的，有事情找你。一个沙哑的声音透着门缝传了进来，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，赶忙提醒闺蜜千万不要开门。听到我的话，闺蜜好像也缓了回来，壮着胆子对门外喊：别敲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听到闺蜜的话，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过一会儿便响起了脚步声。她应该被吓走了吧？闺蜜小声地跟我说：真是什么人都有，你晚上别出门啊，再有人敲门你就直接报警。看着闺蜜似乎还心有余悸，我又陪她多聊了会儿，才挂断了电话。但不懂为什么，我隐约还是觉得不安。隔天晚上，闺蜜发来了一张自拍照。叶子，你给我买的耳钉到了，你看好看吗？我顺手点开了照片，是她站在客厅对着自己拍的。这款是真不错，果然我的眼光好。刚回复完她，我鬼使神差的又打开了她发来的照片，想再仔细放大看一下。可这一看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因为就在她耳朵后面的窗帘边缘，赫然露出了半张脸，那轮廓明显是一个男人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如擂鼓，不停地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我并不敢直接打电话给闺蜜，因为我怕告诉她，她一个女生必定会惊慌，万一被屋里的男人察觉到了，跑都来不及。想了想，我发了个消息给她：我刚好路过你的小区门口，东西有点多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我捏紧手机，相信自己这样说，她一定会立刻出门。果不其然，哇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下楼。闺蜜兴奋的语音发了过来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紧接着我就打了报警电话。在说明情况之后，我便赶紧往她那边赶去。上了车，我又给闺蜜拨了个视频电话，看到她视频的背景已经在楼下，我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她后面有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楼洞里快速走了出来，想说出口的话顿时卡在了嗓子眼。你走快点，先去门卫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一直等到她走到门卫处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，把刚才的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只见闺蜜的脸肉眼可见的发白，吓得浑身发抖。直到警察来了以后，调取了相关的监控，才发现那个男人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进了小区里，一直没有出来过。后与周围邻居了解情况，原来对面楼的大哥一早就发现窗帘后的异常，但又不确定，所以才上门想来跟闺蜜确认。直到警察抓到了那个男的，才知道他竟然早几天前就从闺蜜晚上忘锁的窗户上翻了进来，甚至病态似的和闺蜜同住一个屋子里。所以独居的女孩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睡觉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门窗。如果你莫名其妙觉得哪里不对，请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那一定是有问题。那天本想着在家对面的商场里随便逛逛，然而就在我刚走进商场没多久，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孩就迎面朝我走来。看着她笑容满面的样子，我也不好意思地对她笑笑以示礼貌。殊不知正是因为我这一笑，似乎让女孩找到了突破口。只见她一脸谄媚的样子凑了过来。女士你好，我是楼上美容店的，现在我们店里正在做活动，可以为你免费做一次皮肤保养，有兴趣了解一下吗？出于对推销行业的抵触，我几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女孩。但是我的不悦并没有让女孩放弃，她干脆直接挽起我的胳膊，装作很亲密的样子，嘴里还一直喋喋不休。姐，你可以先跟我去店里看看，了解一下，不耽误时间的。虽然女孩的举动让我心生厌恶，但我还是尽量保持着微笑，耐心地告诉她我不需要。或许是感受到了我的不悦，女孩突然转过脸，楚楚可怜地对我说：姐，我刚毕业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，你就当帮帮我吧。听她这么一说，我收回了正要迈开的脚步，看着面前这个对陌生人低声下气的小女孩，而且在这人来人往的商场里到处都有监控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一软，便跟着她走到了电梯前。在等待电梯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，鬼使神差地问了女孩一个问题：你们家店叫什么名字？女孩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：进电梯了，我再跟你讲。就一瞬间，那种不安感更加强烈。我蹙了蹙眉，在我的一再要求下，她最后还是说出了店名。当着她的面，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拿出手机悄悄查了一下，然而不查不知道，看着手机上查无此店的信息，我心底一片冰凉。这里根本没有女孩口中所说的那家理发店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我如梦初醒般看向女孩，此时女孩已经走进电梯里了，她用一只手按着电梯的开门键，拼命招呼我赶紧进去。看着眼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女孩，我整个人只感觉浑身汗毛倒立，头皮发麻。看我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反应，女孩忍不住再次催促道：快跟我走啊，小姐姐。说完，她还朝我眨了一下眼睛，看着女孩微微上扬的嘴角，仿佛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扭曲了，就连她脸上甜美的笑容此刻也显得越来越狰狞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对她说：我不跟你去了，突然有点急事儿。然而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那女孩突然一改之前热情奔放的态度，用犀利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同时阴森森地开口道：姐姐，你是害怕了吗？这里可是商场啊。
说完，女孩竟然放下了按着开门键的手，看着缓缓关上的电梯门，一时间我根本无法从深深的恐惧中解脱出来。只要一想到女孩最后那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我的双手就会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多嘴问了那个问题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多个心眼用手机查信息，如果我就这么跟她进了电梯，这么多的如果加起来让我细思极恐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恶意去揣测陌生人，不是善良不值钱，而是人心难猜测。你是住在12楼吧？我上来找你玩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半夜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把我吵醒。当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浑身都冒出了冷汗。我跳下床，赤脚冲到了大门口，再三确认已经反锁的大门，忐忑不安地掏出手机回了消息。你是谁？然而，正在我准备伸手去开灯的时候，一条消息再次发了过来。我那天看见你了，见面你不就认识了？你一个人在家吧？看到这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开灯的手直接停在了半空，心里像打鼓似的咚咚直跳，脑子也快速检索着我认识的朋友。没有谁会大晚上这么无聊的跟我开玩笑。我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回复了消息。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？我死死盯着屏幕，在寂静的黑暗里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可不可以上来嘛？我就在楼下，冷得很。看到他无赖似的口气，我再次确认了下紧锁的大门，心里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，厌恶至极的回复：请男人滚哪儿，谢谢。而他接下来的回复还是让我心生胆寒：半夜绝对偷偷进你屋，12楼左边那个门，谢谢。现在可以100%确认我被人恶意盯上了。用不用我现在就报警把你带走？当我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想着他如果再有骚扰的意图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可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再收到任何短信，他应该是听到我要报警后知难而退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这件事依旧让我久久无法入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正在我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，顿时清醒了过来，真的有人在开我家的门。我浑身颤抖，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劲。为了确认我没有听错，我赶忙打开了门口的可视门铃。只见可视门铃下，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正低头，好像在撬我家的门锁。我脑子闪过各种应对的方法，安全起见，也为了不和他正面冲突，我起身赶忙锁住了卧室的门，身体死死抵在门上，以最快的速度打电话报了警，并且联系了小区的保安。得亏当时住进来前，我特地留了保安的电话，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我一直微微喘着粗气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恐惧，仔细地听着门外的动静，祈祷着警察和保安能够尽快到来。突然，咔嚓一声，门被打开了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手死死地握住了门把手。你干什么？一道粗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随即便是一阵喧嚣，直到听到外面有人说：“李小姐，你出来吧，现在已经安全了。”这熟悉的声音正是小区的保安王哥。我悄悄打开一条门缝，看着门外站着几名保安以及被按在墙上的歹徒时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，眼眶突然的湿润了。直到后来警察来了把歹徒抓走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再去楼下扔垃圾的时候被他盯上了，里面快递和外卖盒子上的联系电话和地址暴露了我的信息，这才让他有机可乘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警惕之心，不要觉得无所谓便随手暴露了自己的信息。我感觉当时差点就没命了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点了一份外卖，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在总吃的那家外卖店下了单，随后便窝在沙发上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等着外卖。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。外卖。因为实在太饿了，我迫不及待地起身去开门，把门缓缓打开了一条缝，透过门缝看到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外卖员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然后就赶紧挪开。那一瞬间让人感觉挺不舒服的。您好，您的外卖。他透过门缝把餐递了过来，我小声地说了句谢谢后便接过了外卖，随手就关上了门。在检查完外卖小票和封口贴后，便开始聚精会神地拆着包装。然而就在这会儿，敲门声又突然响了起来，因为没啥心理准备，就被吓得一个机灵。随后我不悦地大声喊道：“谁呀？”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有一瓶赠送的饮料忘记给你了。听到还是刚才那个外卖员的声音，我也微微松了口气。来了。门再次被我打开了一条缝，接过了饮料。然而就在我接过的瞬间，手上传来的感觉让我明显意识到重量的异常。我又仔细看下了瓶口，明显是已经被人开过的痕迹。我顿时起了警觉之心，第一时间我就想赶紧把门关上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强劲的力道从手上传来，我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一个人影也瞬间闪了出来。我惊慌的如同冷水浇身，本能的大喊起来：“你干嘛？别过来！”我大声的呵斥着，想借此把他吓走，可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，依旧蛮横的想冲进屋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大声的冲着楼道外喊着，希望能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，泪水溢满了眼眶。此时的我害怕极了，由于力量的悬殊，我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，随后又看到他从身后掏出了一把刀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慢慢往后退着。你想干什么？
有钱还是什么？我颤抖着冲他大喊。一阵轻笑声传来，面前的门正在缓缓关上，我瞬间如坠冰窖，门如果被彻底关上，我就死定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你在干什么？一道声音从门口传出，顺着视线望去，竟然是隔壁的邻居大哥，泪水早已经溢满了脸。听到这声音，他似乎也慌了，顿时冲出了屋子，仓皇逃走。后来在邻居的协助下，我们报了警，警察很快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把他逮住了。但这件事让我至今心有余悸，所以不要随意给陌生人开门，一定要记住，不管是外卖还是快递，确定带他离开后再去拿取。我家的衣柜里居然藏了一个陌生男人。这天又是加班到凌晨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门口走去，本想着到家了可以好好休息下了。和往常一样，我掏出钥匙准备开门，然而钥匙转到最后却总是卡在那边，好像有人在里面故意反锁了一样。一阵悸恐突然袭上心头，因为我是一个人住，家里根本不会有别人。想到这，我不禁有些头皮发麻。昏暗的走廊也感觉危机重重，我努力克制着恐惧，挪到了灯光相对明亮的电梯口，给开锁师傅拨去了电话。在快速说清楚情况后，又麻烦他在上楼的时候把保安也一并带上来。挂了电话，就是一阵焦急的等待，期间我还时不时瞄着家里的房门，生怕下一秒门会被突然的打开。不久，开锁师傅带着保安到了，门被缓慢的打开，漆黑的房间里危机四伏，我心也提到嗓子眼，生怕家里会冒出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我躲在保安大哥身后，打开了灯，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探索家里可能藏人的地方。卫生间、窗帘后、床下都没有人。随后我看到了家里的衣橱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忐忑地准备去拉衣橱的门，门被缓缓地拉开了一条缝隙。然而下一秒，一阵很强的力道从我手上传来，门又被拉了回去。一瞬间我脑子充血，心也砰砰直跳，怕得要命，忍不住喊了出来：有人！找到了！只见保安大哥瞬间闪到我身前，大力地在推拉着衣柜的门。出来，赶快出来！门最终被保安大哥挣了开，里面果然藏了个人。你是谁？你在这干嘛？保安大哥训斥地问，他却一直低着头，嘴里也呜咽着什么。打电话报警！你是来偷东西的吗？随后他就被保安大哥带走处理了。经过询问后，我才得知，因为我一直都有把备用钥匙放在门口鞋子里的习惯，这个男人在偷我鞋子的时候发现了钥匙，这才进入了房间。想到这，我真是一阵后怕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一定要谨慎保管好家里的备用钥匙，不要让坏人有可乘之机。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已经死了，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你会接吗？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，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，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，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，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。可是等了很久，他都没回来，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半夜了，我不免有些担心，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男友很快便回复：你在哪？看到消息的内容，我有些困惑，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。你是？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住在马几小区吗？能说下具体位置吗？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看着消息内容，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，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。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，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，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，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，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。他现在我联系不上，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。不用了。面对这3个字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对方生气了吗？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？什么鬼？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，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，脸色骤变。他已经死了。我还来不及深想，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，我彻底慌了神，手指开始不停颤抖，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。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。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直接挂断。对方见我不接视频，就拼命地给我打电话。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，祈祷着他能平安。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，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：我到了。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是谁到了？是男友到了家门口，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？我缓了一会儿，出于担心，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。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，光着脚挪到了门口，随后朝着猫眼望去，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，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直接跌倒在地上。我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不停地往屋子里挪。怎么不开门？我到家门口了。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恐惧，紧紧咬住嘴唇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婷婷，开门，是我。竟然是男友的声音。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，冲向门口，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，我又犹豫了。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？
我猛地把手抽出来，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。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警惕地四下瞧瞧，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，果断反锁了门。你怎么了？男友一脸不解。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，接了电话又不说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，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，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。经过我俩的分析，男友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，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。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我们商量着说，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。可是等了许久，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。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，正好换一台新的，也没必要再去找了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可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。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，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，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，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。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。读完这些内容后，我的手心儿全是汗。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，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。难道从那晚开始，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，对女性伺机下手？这样想着，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匆忙搬了家，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。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，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，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。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，他真的会在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。那天刚聚会完，已经12点多，我搀着喝多的闺蜜正准备送她回家，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她竟然忘了带门禁卡。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门却突然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门缝里探了出来，手上正接着电话。出于礼貌，我说了声谢谢，便搀着闺蜜继续往前走。进了电梯后，我突然发现那个男人正好站在我们身旁，他的眼光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们。闺蜜没有丝毫的防范意识，她直接伸手就想去按楼层按钮。出于女人的第六感，我立即制止了她，拉住她的手假装聊着天，余光却一直瞥着旁边的男人。男人见我们迟迟没有反应，他便按下了顶楼24楼的按钮，这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先知道我们停在哪个楼层。此时我已经预先脑补了一些可怕的剧情。闺蜜按下了23楼，随着电梯缓缓上行，气氛也越来越压抑。到了23楼后，我的心也逐渐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拉着闺蜜慢慢走出电梯，可总感觉身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视线正死死盯着我们，直到电梯门关上才稍稍好些。但我并不敢放松警惕，由于是后半夜了，周围特别安静，所以楼间的任何响动我都可以清晰地听见。可是从楼上电梯打开之后，声音便戛然而止，并没有听到任何掏出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突然慌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刚刚那个男人很有可能会下来找我们？我催促着闺蜜赶紧找钥匙开门，她还迷迷糊糊的低头，一直在包里翻找着钥匙，还一头雾水的小声嘟囔着：别着急呀，你东西太多了，你在找呢。此时我根本来不及跟她解释，只能尽可能催促着她赶紧开门。我用耳朵贴着靠着安全通道那一侧的墙，没想到真的印证了我的猜测。楼道间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她真的下来找我们了。好在闺蜜终于把钥匙掏了出来，我赶忙抢夺了钥匙，正准备开门，但人在慌乱之下，手一直在颤抖着。就在我深呼吸，好不容易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我转头看到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。映着安全通道的绿光，那个男人正探出了半个脑袋，死死地盯着我们。我甚至能看见男人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一幕让我几乎忘记了呼吸。我赶紧转动钥匙，推着闺蜜进了屋并关上了门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眼睛顿时湿润了。闭上眼睛，刚刚的画面依旧历历在目。闺蜜看我的状态不太对，这才凑近了我。怎么了，依依？我看着她满脸不解的样子，顿时感觉十分无奈，便把刚刚的事情与她讲了一遍。可闺蜜似乎并不相信我说的，我咬了咬牙，便凑近猫眼往外看去，一只硕大的眼睛正贴在猫眼上。我吓得倒退了2步，捂住嘴示意着闺蜜上前，她这才脸色煞白，毫无醉意。我颤抖着手报了警，直到警方赶到把她揪住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后来才知道，她其实是这栋楼10楼的业主。那天看到我们2个姑娘，其中一个还喝多了，便见色起意。如果我没送闺蜜回家的话，闺蜜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自己一个人住真的不要太晚归家，如果偶尔晚归，也尽量保持清醒警惕的状态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